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我们关注单细胞领域的重磅基准测试研究。这项由香港中文大学与哈佛大学等多家顶尖机构联合发表在《自然通讯》的工作，构建了名为 SCM Bench 的评测体系。研究者针对23个主流模型展开性能对决，涵盖了从传统专家算法到最新通用 AI 的深度比拼。这种多维度的基准测试为后续多组学数据整合与细胞图谱构建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坐标。单细胞多组学整合的核心痛点在于细胞存在的多语言障碍。RNA 数据揭示了细胞正在做什么，而 ATAC 数据则反映了细胞在想什么。算法的目标是将成千上万个独立样本精准映射到同一个数学潜在空间。即使是面对完全未配对的数据，也需要通过这种对齐来还原完整的细胞身份。这正是 SCM Bench 评估各大模型对齐能力的关键前提。跨越这些组学障碍，领域内形成了两种设计哲学。以 GLUE 和 SURAT 为代表的是领域专用模型，由专家量身定制，主要基于局部数据集进行精细计算。与之相对的是以 CGPT 为代表的基础大模型，采用海量参数的 Transformer 架构。大模型利用数千万个细胞数据预训练，试图掌握普世的生物规律。这场专用算法对决 AI 大模型的较量，正是 SCM Bench 测试的核心看点。SCM Bench 构建了一套严谨的评估全景图，输入端选取了6个涵盖人类与小鼠的真实数据集，并引入了模拟梯度批次数据。在这个模型竞技场中，19个领域专用模型与4个单细胞大模型展开对决。评估体系围绕整合准确度、生物学信息保留以及批次效应校正这3大支柱展开。这种多维度的压力测试为揭示各架构的性能边界打下了基础。在首轮配对数据整合测试中，专用模型展现出了统治级地位。GLUE 凭借惊人的稳定性夺得综合排名第一。ST-Joint 与 SCMDC 紧随其后。从条形图分布看，顶级专用模型的数据点高度聚集，这表明它们在基础整合任务上已接近性能天花板。这种高效的表现证明了针对特定生物学逻辑优化的算法在配对任务中的显著优势。当 RNA 和 ATAC 并非来自同一细胞时，整合难度显著增加。在非配对数据测试中 ，SCC-Joint 展现出压倒性优势，领先第2名 SURAT-4 超过 10%。实验证据显示，简单直接的算法在应对这种复杂对齐时，反而比部分复杂的图神经网络更具鲁棒性。这意味着在处理碎片化组学信息时，算法的稳定性比架构复杂度更重要。在零样本模式下，单细胞基础大模型遭遇了预料之外的挫折。即便拥有千万级参数，这些大模型的综合表现不仅落后于先进的专用模型，甚至低于部分传统的统计学基线。数据对比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预训练模型在语言和视觉领域的跨任务能力，目前还无法直接平移到多组学细胞图谱的解读中。这一结果划定了大模型在缺乏微调时的应用边界。在完成基础整合后，评估进入了更深层的生物学保真度阶段。仅仅实现数据点的数学对齐是不够的，必须考察模型是否保留了关键的标志性基因。测试发现 SURAT-4 在表观遗传学层面的保留能力极为突出，而 GLUE 和 Harmony 则在转录组标志物识别上最贴近真实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表现中等的模型如 DeepMapPS 有时反而能捕捉到被顶级模型忽略的全新生物标志物，如 NK 细胞的 SLAMF7。还原细胞发育的动态轨迹是另一项严苛挑战。整合后的空间必须保留细胞从干细胞向成熟免疫细胞演化的时间线。在配对数据中 ，MOFA 能够高度还原造血干细胞发育的完整轨迹，而在非配对数据下 ，Cobalt 和 Harmony 则表现出最强的稳健性。这些结果说明，优秀的模型不仅要能对齐空间，更要能守住生物学演化的时间之箭。在处理 RNA 发育轨迹时，基础大模型展现了其深厚的鲜艳知识。只要不混合 ATAC 数据，大模型在单纯的 RNA 模态上表现大幅领先专用算法。以 UCE 模型为例，在复杂的小鼠皮层神经元分化任务中，它是唯一一个轨迹守恒得分突破 0.7 的选手。这证明大模型确实掌握了丰富的生物学常识，
目前的瓶颈主要在于如何同时处理两种不同的组学语言。在第3轮评估中，研究者深入探讨了批次效应校正与生物学差异保留之间的生死博弈。抹平由实验室和设备带来的技术差异，往往会误伤真实的生物学亚群信号。实验观察到，像 IMMF 和 Cobalt 虽然能实现完美的批次融合，但代价是打散了细胞的本质分类。这揭示了整合算法的核心矛盾，必须在消除技术噪音与维持细胞特性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在极端批次效应的压力测试中，不同架构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存韧性。随着模拟噪音不断增加，多数整合模型的准确率遭遇了雪崩式下跌。然而 ，SC Joint 与 MMDMA 表现出了惊人的抗压能力，特别是 C Joint， 即便在强批次效应的污染环境下，依然能生成高度特异性的细胞嵌入表示。这种稳定性使其成为处理高质量噪音数据的可靠选择。除了精度，算力成本也是模型评估的重要维度。雷达散点图清晰显示， SC Joint 在提供高精度的同时， CPU 耗时与显存占用极低，是轻量化处理的首选。相比之下，像 SCGPT 这样的大模型如同重型机甲，全参数微调不仅耗时长，还对硬件显存提出了苛刻要求，容易发生内存溢出。这意味着在资源受限的实验室环境下，专用模型依然具备不可替代的工程优势。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大模型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首先是模态鸿沟，现有的单细胞大模型大多基于 RNA 数据预训练，强行处理 ATAC 数据时，如同解读外星文字。其次是跨物种偏见，由于训练语料主要基于人类图谱，导致模型在小鼠等其他生物上的表现严重衰退。这种局限性表明，单靠增加参数量并不能自动解决复杂的多组学对齐问题。针对大模型的局限性，研究者提出了一种轻量级适配器方案。这种架构重塑的核心在于不再强行改变大模型，而是提取其深层生物学嵌入表示。通过将这些表示送入传统概率模型 CVI 的降维空间，大模型提供的海量知识与专用模型的精准对齐得以完美桥接。这种 FMCVI 模式利用适配器为多组学整合找到了高效的转换方案。适配器模式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性能飞跃。实验数据显示， UCE CVI 的整合精度较零样本模式暴涨了 65% 以上。这种大模型加适配器的轻量化策略，不仅在效果上全面超越了耗时耗力的全参数微调，还在计算成本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对比图中的聚类效果从模糊变得清晰，证明了该架构在打通大模型多组学认知方面的卓越能力。这种适配器架构还解锁了跨物种分析的潜能。传统整合方法极度依赖基因的一致性，在处理物种间的同源性差异时往往束手无策，而 UCE CVI 证明了大模型底层的蛋白质级表征一旦被激活，就能跨越物种鸿沟。它能够自然地抹平人类与小鼠之间的屏障，实现更高维度的生物学对齐。这为构建通用的跨物种生命底座提供了新的可能。综合多项测试， SCM Bench 评选出了各领域的冠军模型。在绝对精度上， GLUE 和 C Joint 分别统治了配对与非配对任务。若关注生物学保留， CuRAT4 在表观遗传层面表现最强， MOFA 则更擅长捕捉动态轨迹。面对极端噪音时， C Joint 与 MMDMA 展现了最佳的批次抗性，而新引入的 FMCVI 混合架构被认为是最具演进潜力的技术路线。基于这些性能发现，研究者提供了一套终极决策矩阵。在单一物种研究中，处理配对数据首选精度最高的 GLUE 或 SMDC， 而非配对数据场景下， SC Joint 和 CuRAT4 是更稳健的选择。一旦涉及跨物种分析， UCE CVI 则展现出降维打击般的优势。这套矩阵根据数据特性，为不同科研需求划定了清晰的模型选型路线。对于硬件资源受限的实验室，研究也给出了生存指南。如果缺乏顶级 GPU 和大显存工作站，盲目使用超大参数模型往往会失败。此时，由 SJoint、Bind、SC 和 Harmony 组成的效率三剑客是极佳的选择。它们能在受限硬件下仅用几分钟就完成100万级细胞的可靠降维。这种极高的性价比
让普通实验台也能高效处理海量多组学数据。单细胞多组学整合的最终愿景是迈向 AI 虚拟细胞。这不仅是为了绘制精确的聚类图，更是构建数字化生命底座的关键一步。未来的技术突破将集中在混合架构上，通过将通用大模型的深度认知与专业算法的精准校准完美结合，我们离模拟生命活动的数字核心将更进一步。这一进展标志着系统生物学正进入一个由 AI 驱动的新范式。SCM Bench 的研究成果旨在帮助研究者停止盲目试错。为了推动领域发展，研究者已将全套开源工具包、基准测试代码以及 FMCVI 适配器实现方案全面释出。通过这些资源，科研团队可以更便捷地验证不同架构在自身数据上的表现。选择正确的模型架构将极大提升生命科学研究的效率与准确性。